肖战和杨紫的精彩人生豆瓣终于分道扬镳了，超过23万次评价，这部分最值得表扬。分手了，肖战、杨紫主演的《余生》，请多多关照。今年春15播出，之后春31完结。正常在播出的时候，豆瓣的部分会被分开，但是播完之后，豆瓣就没有给分了。出乎意料的是，传送7个月后，28日晚《余生》，请多指教豆瓣评分送达。此外，在评分开始时，超过23万人对其进行了评估，这确实是众所周知的。就大家格外担心的分数来说，就是6个焦点。感叹号！最多网友给3星评价。火爆的调查中，最让网友喝彩的是元素片之后的小表演中心。感叹号！感叹号！关爱你的人生每一集里的小表演中心，含糖量都极高。顾威和林志霄的交流，真是洋溢着青春夫妻抛狗粮的套路啊！最让人吃惊的是，录影局长曾爆料，这些小表演中心最初是肖战和杨紫的自由发挥，团队只是给了一个手机，他们拍照。尽管如此，结果真的很甜蜜。我宁愿不记得我们顾威和林志霄的感情。余生，请多多指教。10月28日，沟通了大半年的豆瓣，多多指点，终于开分了。豆瓣评分6.0，处于及格线上。从评分比例来看，30%以下被评为4星和5星级，40.3%被评为3星级，幅度最大。1星和2星负面调查的范围为30.1%。按照这个比例，余生如果不是太麻烦，告诫大概会被刻意锁定在6.0的重点。你为什么这么说？事实上，计算技术是非常基础的。豆瓣没有立竿见影的得分能力，只有明星。按照5颗星的满分，1颗星就是2个焦点。具体分数由框架决定，但星星的程度将决定分数。然后，此时接受所有网友都给3星，评分一般是6.0，然后接受3星作为分界线，也就是通过6.0作为分界线。假设4星和5星的程度高，应高于6.0；1星和2星的程度高时，应低于6.0。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余生，请多指教的收视比例是不容错过的。4星、5星占29.6%，1星、2星占30.1%。通常最后的分数应该在5.8到5.9的范围内，这样才合乎逻辑。所以这个节目显然是锁定的。因为肖战的扎实的影响力和高流量，余生，请多指点这件小事引发了2个话题。余生，如果不是太麻烦，多指点。分手6和肖战是不是杨紫余生豆瓣6.0，懂吗？热搜上，根据评论和往常一样，绝大多数都是粉丝分析，说我觉得很好，可能会更高。为什么这么好的节目会得到8个焦点？顾威在我心里12个重点等等。然而，作为一个看过《余生，请多指教》的普通观众，事实确实证实了这部剧的6个地方高出一个档次。点。事实上，从传送之初，《余生若不嫌麻烦，多劝告的剧情就已经很可疑了。例如，情节被强烈浇水。电视剧开头不多几集都是围绕着林志孝父亲做手术的做法转的，到了第3、4集剧情几乎没有推进，基本都是围绕着让顾伟给肖做手术。战和杨紫的男女英雄 CP 都是在暗示，这个行业秀不管是不是粉丝秀，都是可笑的。更重要的是，它在细微之处充满了缺陷。比如，林志晓的父亲目前已经处于胃病的中心期，胃镜检查可以确定胃溃疡的可能性范围如何。更何况，顾伟只是看了一眼病理报告，就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一个年轻人这么高能力的专家，他把不同的专家放在哪里是个好主意。此外，剧情极度悬疑，每个人都去过医疗诊所，并意识到离开中心的专家是多么忙碌，他们缺乏上厕所的机会和精力。不过，为了加强男女主角之间的较量，2人还是不断传授，甚至还一起上楼顶关注耳机。此外，余生
请多指教大结局的2集也非常成功。顾威和林志孝走进了婚礼殿堂。林志孝的父亲林建国最终死去，可以定义为喜忧参半。最后的电视剧集指出了结婚多年的人类，婴儿也长大了，但他每年都会给已故的父亲写信。他们通常珍惜每一个不同的人，他们都没有破坏他们独特的誓言。它可能是非常糖果和热量。然而，目标市场现在对压轴不再感到高兴。终极1集播出后，豆瓣上出现了海量的3大巨头反馈。有游客提到林的死似乎是为了让男主结婚，也有游客说一开始就成了明星。是的，给林老师上传一个名人，有网友认为这部剧是商业糖，那是不自然的糖果。可以说，大结局2集的剧情完全在意料之中，没有反转，也没有意外。林志孝父亲的大部分癌症复发和死亡的放置变得过于程式化，简直是为了卖人类的婚礼载体，整个变得一步步上演。难怪少数游客说它是商品糖。让我们通过回到肖战。作为休闲界前所未有的巅峰大牌，肖战可谓是巅峰线之内拥有最好的观众。但大家都知道，作为演员，肖战应该靠作品的引导。只有优秀的作品才能令人信服，他的出场职业才能更进一步。这是过去的怀疑。从这个因素来看，他的表现力和作品的卓越性，目前已经成为他前进的最大绊脚石。肖战通过19青年团出道，在2019年印制《陈情令》后，迅速进入一线。在此之前，他肯定没有演过太多作品。2018年，在《捉妖记2》中客串永宁村的小恶魔，影片豆瓣评分4.9哦。我的皇帝第1季5.0，第2季4.8，稳定到了7.7分。这样的人气，如果现在不再是《陈情令》，千载难逢的可能已经将他定位在了前线，他将无法做到尽快获得拍摄。《陈情令》上映后，肖战主演的《业余特工》豆瓣评分3.4，《诛仙1》豆瓣评分4.5，《斗罗大陆》略高，最高6.3，《狼殿下》6.1。不知道是为了省去你过多的对白，还是因为画的人气不高。斗罗大陆之后，肖战的不同作品并没有分开，《最美逆行者》和《王牌骑兵》从未分道扬镳。事实上，得分者的范围已经交出了通常的开始得分。这样一来，肖战评分的10部影视作品就完整了，综合评分最好5.3。我现在不再是肖战的黑粉，也不是故意抹黑他，只是站在普通观众的角度来讨论判断。整体来看，肖战现在的主动性已经不那么出色了，因为他的出道和选剧本的能力都需要加强。另一方面，他的外表能力应该被谨慎地打磨，否则他所参与的作品的热度和自身的出场能力将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他将经常被诬陷为观众大牌，整体表现越来越单一。你们猜怎么着？02杨紫肖战余生评分出炉，豆瓣评分6.0。你怀疑评分低吗？很多网友都喜欢看糖果恋爱，那么电视剧收藏当然是不错的选择。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糖果爱情，无数 CP 混搭让人类登峰造极。其中，杨紫、肖战主演的都市爱情剧《余生》，请多指教，同样是不少网友喜欢的爱情剧。他们饰演的余生夫妇也收获了不少粉丝，但可能有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因素，因为展览结束后长期没有切割。现在显示器到底亮了。10月28日余生，请多指教收尾。该剧豆瓣评分6。罗这么长的路，评分范围达到了25.4万，其中5大意见占9.6%，而4大和3大意见最多，分别占20%和40.3%。网友们的反馈也很精彩。赞美有网友猜测，这部剧现在已经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精彩了。一个外表冷酷、内心温暖的严格而有点僵硬的男孩，遇到了一个聪明不拘小节的可爱女人。2个温和的人实际上将向上推动热感的故事。
概述给了他一个4大名字的分数，超过13000人同意。不过也有部分网友觉得这部剧的剧情离得太远了，信息多 bug 多。比如女主角的父亲55岁，是一名退休教师。女主角在诊所里大喊大叫，骗她爸爸过来，没有护士来阻止吗？而男主在小年纪就已经是主治医师等，给这部剧打了个大牌评价，这番话更是得到了14000多人的青睐。而在反馈出来后，不少网友对显示器进行了高质量的概述，并表示他们需要重新访问显示器。网友们也不同意这个评价，有网友觉得收视率变低了，甚至有网友认为显示器要8分。后来又出现了肖战、杨紫雨升豆瓣 6.0 合理吗的热搜。当然，分数中没有人有最后的发言权，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通过结合大家的反馈得到的。不过，从私人因素来看，小雨的分数还是低了一大截。因为看过这部剧的网友们明显需要认清，这不是一部甜甜至极的小白剧，还有一些关于自己亲人圈子的心事，还有很多感人的信息，真的很值得我们谨慎体验。人民网评论也肯定了这款显示器，称显示器现在已经不是最好看的了，但又在文中称赞了这款显示器在糖果爱情中，琐碎的生活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被扭曲，而在平淡之中却凸显了亲情和亲情的伟大。女主的整体表现草草流畅，演员的出场可能很用心，显然这个显示非常积极。所以网友们并不想为现代评级支付过多的利息。虽然余生的现代收视率并不理想，但后续可能会有一种说法，即随着更多人看过剧的人提供实际分数，这部剧的收视率可以提高更高的一个。如果分数不如我们想的那么好，那也不算数，因为我们已经在自己的脑海中对显示器进行了评级，这是值得的。最后，我真的要感谢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感谢他或她辛苦的画作。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一流的作品。